还要起来吗？但这位小姐昨晚专门叮嘱我，今天一定要按时叫你起床，找最后一个标本素材。是打算把计划延后吗？收集素材应该要不了那么长的时间，你可以多给自己几个10分钟。毕竟昨天夜里降温，现在只有4度，比起冷冰冰的房间，确实是这里更舒服。寒潮比预估的更猛烈，昨天一晚上就降了温，但如果今天的天气预报准确，中午应该就会转晴。既然天公不作美，我们可以今天只待在家里。正好，我还有几部想和你一起看的电影，之前一直没找到适合的机会，今天或许就不错。好啊，看天气，一会儿应该还会下一场雨。植物类的标本已经占据了不小的比例，确实可以考虑其他种类的素材。可是展示架上已经有一只被你夸过特别的蝴蝶了，要是被其他同类分走你的注意力，它会伤心的。也能为寻觅了很久的小探索家提供一个休息的地方。糖分有助于活跃大脑，可以促使人做出更好的决定。找了这么久还没有下定决心，是对今天的收集品有什么特殊的想法吗？
虽然会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，但我想这样的完美主义也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既然这些标本留住的是我们生活中的片段，我也不愿意在和你有关的事情上将就。况且更好的选择说不定会在未来与我们不期而遇，就像你曾经一次次给我带来的惊喜一样。所以陪我在这条通往未来的路上再多留一会儿吧。是之前生科所采购设备时的赠品，想着你或许会喜欢一起烤火的氛围，就先收到了储物间里。这次倒终于有机会用上了。是提供恒温培养箱的厂商，他们那段时间打算拓展一下产品线，做起了电热毯和暖炉。很乐意自投罗网。除了米酒，厨房柜子里应该还有一罐干桂花。不去拿吗？这就有点难办了，我也舍不得离开这么舒适的地方。既然都不想从温暖的毯子里离开，不如一起过去吧。安全起见，我们还是统一行动比较好。
为了保证充分的热量，自然要认真维护取暖源。下午好。怎么不说话？是还没完全醒过来吗？虽然我也很想继续欣赏眼前的你，不过恐怕我需要打破一下这份距离了。你刚刚一直枕在我腿边，我可不敢随意更改姿势，但实在有些发麻了。标本制作方面的文献，最近制作的几个标本中，不那么常规的反而占了大多数。既然有这样的机会，不如趁机补一补相关的专业知识。意识到了自己对于标本的认知似乎有一些误区。在收藏领域，标本的意义大多是保存下生物的某个瞬间，就像拍下一张照片，录下一段影像，可以理解为是对过去的记录。但从科学研究的角度，则大多服务于相关课题的研究和分析。我们剪下的绣球侧枝会让植株生长得更加茂盛，你带来的种子或许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发芽。那没几张卡也还有很多空余等待我们填满。我们的收藏夹比起记录，似乎也在不知不觉间流出了许多期待。我也应该从这些标本中学着找到生活里会让你留心的存在。然后学以致用，再多带一些能哄我的小姑娘高兴的东西回家，不至于像今天这样白白吹了一个上午的冷风。
还以为这个结论称得上恰如其分，毕竟只有投入到实际使用，理论才能发挥它的价值。那就留空收藏夹的最后一个，让这份期待感成为最后一个藏品，然后一起等待下一次幸福感的来临吧。怎么了？那就捉住它吧。这份素材足够成为我们的最后一个标本，加深你对于未来的期待吗？人在感受过快乐后，就会对未来抱有期待，会想一次次体会曾经拥有的经历，或是想获得还没有感受过的其他快乐。但我现在倒觉得，比起远处的未来，此时此刻反而更动人。
毕竟在最直接的美好前，一切关于期待的假说都只会显得太过缥缈。比如这一床因为你的留意才绽开的冰花。又比如你